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作品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今天用仿古纸哦，今天用的是仿古纸来画。我们还是折一下中线，就知道我们这朵花要画在什么位置了。这个就是大家有的时候找不到这朵花在什么位置，我们就这样子折一下。只是4尺3开的，只是4尺3开的。好，那这朵花我们刚刚分解的是这朵花在这个中间偏右上一点点，偏右上一点。那么这个是中线，这个是中线，那我们就画到这个地方，差不多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画，把这个颜料盘放在这里，这样子花在这里。那我们笔上再沾一点底色，笔上沾一点底色。开始画今天的这一朵二乔花，今天画的是一朵二乔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珠标均匀的调一层，在笔的1/2的地方。好，把这个珠标均匀的调一层，在笔的1/2的地方，然后再调这个大红，调这个大红。笔尖稍微沾一点点这个曙红，笔尖稍微沾一点点曙红。好，我们开始画这朵花了。这朵花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我们先画这个浅色的这一部分，先画浅色这一部分。这朵花的这个花瓣啊，就是中间的这个花瓣，它是颜色稍微深一点，越到边缘这个浅色部分，越到边缘它的颜色会越来越浅。好，我们画了一笔之后，笔尖就要开始补充一点颜色，因为笔尖要有深色，你才能画出这种花瓣与花瓣之间的这种层次感。你看笔尖如果没有深色，你全部就感觉这个没有层次感了，它花瓣都会晕到一起了，看不清楚了。好，一层层的。当然我们颜色一定要调匀哈，颜色调匀了才是你把这朵花画美的第一关键。好，各种各样的花瓣啊，各种各样的小花瓣、小碎瓣去组合。各种各样的小碎瓣去组合。好，我们各种各样的花瓣去。如果想要最深的话，笔尖也可以蘸一点点胭脂啊，蘸一点点胭脂，不要蘸太多了。各种各样的花瓣去组合，没有一个规律哦，没有规律，就是你随意的去组合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笔上有点干，我们蘸一点底色。
好，继续补充颜色。前面的颜色要多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是这个珠标和大横会多一点，这个曙红只是站在笔尖占一点点，然后你要占，假如说你花有点灰，就是因为胭脂多了，你要把前面的颜色调多，胭脂只能一点点，所以才不会灰，才不会灰。你们看一下我调色的这个过程，就是每次你看的时候，这个课程的时候，你也是要仔细的去看啊，仔细的看我每一步调的什么颜色，调了多少。只是你看我现在调这个曙红都是一点点，花灰都是因为这个问题，都是因为这个胭脂多了。如果灰就绝对就是胭脂多了。所以我一直说的这个胭脂要慎用，但是不能不用。胭脂这个东西很好，我们基本上每一朵花都会用到胭脂，只要是红色系的都会用到胭脂，但是你不能太多了，多了它就灰了。耶，笔上还有颜色啊！你看，我们调前面的颜色都是多，后面是一点点哈，就笔尖上有一点点。不停的在补充这个笔尖的颜色。如果笔尖没有深色，你就画不出来这个花瓣与花瓣的这种层次感。也是一样，各种比较随意的花瓣。我们画花的话，每次这朵花也是一个实物，也是实物写生的。我们每次都是实物到直播间现场写生的，所以这样子画出来的东西会更加接近大自然，更加灵动，更加好看。就是追求的就是这种感觉。好，我们这个笔上干了，我们再加一点底色，直接用这个笔肚轻轻的蘸一下，轻轻的蘸一下。
好，各种各样的花瓣。花瓣要有大有小啊，有变化。这里来一个长一点的，大一点的。笔尖补充一点颜色。好，越到外面一层的这个花瓣越来越虚，虚的话，我们直接把笔上这个颜色直接把它画进去，一直画到它没有颜色了。而且这个花瓣是比较碎的，所以你随意的去画，比较随意一点点。笔尖可以补充一点点颜色，笔尖可以补充一点颜色。但是越到外面，我们这个越来越虚哦，这个花瓣越来越虚，基本上你看不大清楚这个花瓣的这个一半一半的是怎样的，但是我们就这样子去点它就可以了。这一部分是虚的部分哈，先让我们笔上有点干，我们再用这个笔肚蘸一点底色，用笔肚蘸一点底色。现在笔上调浅一点啊，调浅一点，外围的这一圈的这个花瓣，它的颜色都是比较浅一点的，所以我们调浅一点啊。说的是调浅一点，但是这一笔还是稍微深了一点点啊，感觉这个颜色还是稍微深了一点点。笔上加一点颜色。好，我们这里来一个大一点的花瓣。好，旁边有一些这种小碎瓣啊，有小碎瓣，我们就笔尖稍微的补充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，笔尖稍微补充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。很虚的啊，比较虚的，越到外面一层，这个花瓣的颜色越来越浅啊，越到外面一层，这个花瓣越来越浅。其实我们到下面这一部分的这个浅色的花瓣，我们要调另外一个底色，好，再加点三氯，再加点胭脂来调，再加点三氯和胭脂。你看一下我这个周边也是有水，你如果扔的太多，说明是你这个水分太多了一点点。这个就是这个宣纸的特征，好吧？好，加点胭脂来调和啊，再加点三氯，加点胭脂。好，这个底色把它调成这种灰一点的，有点灰灰紫紫的这种感觉哈。这里面加了这个胭脂和这个三氯，啊。好，还是一样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，然后还是一样的调色啊，调色还是一样的，步骤还是一样的。先调这个珠标，把这个珠标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然后再调这个大红，笔尖可以沾一点点这个曙红，就可以开始画了。好，我们这里来一个花瓣。
稍微长一点，笔尖补充一点颜色。我们现在就是画这一朵花，这一朵浅色部分，下面这一部分让颜色稍微有一点点区别。当然，每一个花瓣周边这一朵花，这一朵浅色还是中间比较清楚，外围都是比较虚一点点。花瓣要有大有小，有长的有短的，让它有变化。好，这些花瓣周边的这一层花瓣都是比较虚一点都是比较虚一点，但是颜色上要稍微有一点点渐变。好，有的时候直接这么去点出一些小的碎瓣出来。回一下笔，有的时候回一下笔，表示这个花瓣的一个褶皱的这种感觉。好，这个浅色部分基本上就画这么多我看一下哪里还需要加一点点，哪里需要加一点点。好，我们这里再加2个花瓣好，这里加一点点，差不多可以了。我们现在再画这个，再画这个深色部分的，画这个深色部分，看一下这个浅色的哪里还不需要加一点花瓣呢？我们先不加吧，我们现在直接来画这个深色部分。我们画深色部分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加这个底色了，我们直接加水，明白吗？笔上如果干了，我们就直接补充水分。好，我们画这个深色部分，调这个玫瑰红。现在我的笔没有洗这个底色我们不需要把它洗掉，留在笔上也没有关系。我们下次再加的时候就直接加水，了。好，把这个玫瑰红均匀调一层，在笔的1/2，厚厚的调一层不是薄，颜色要调多调厚，要厚厚的一层。然后调这个胭脂。好，我们可以开始了。开始。这些花瓣它都是一个比较碎花瓣的组合，没有这个正反瓣，我们不需要把它正反瓣表达得太清楚。笔上有点干我现在笔上有点干，大家可以看到吗？笔上干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因为我刚刚画完之后就直接调色了，没有加水。那现在加一点水进来加点水进来，我是这么加的，用这个勺子往里勺一勺就可以了。加了水之后，我们继续再补充一些颜色补充一点颜色。
笔上太干了，刚刚笔上干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如果太湿了，就会水分你的花瓣就太晕了，然后太湿了也不行，太干了也不行，要刚刚好就好。同样，你看这个现在水分足，画出来的是不是这个花瓣就很滋润了？水分足，画出来这个花瓣就很滋润。好，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小碎瓣组合，深色里面参差这种加颜色啊，浅色的花瓣里面参差这种深色的花瓣，两种颜色组合在一起的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画的这个二乔。好，这种各种各样的碎瓣去组合，它就是一些小碎瓣组合啊。我们现在在加颜色，大家可以，我的笔拿开的时候就是在补充颜色。现在只有两种颜色，就是这个玫瑰红和这个胭脂这两种颜色哈，家人们。来补充颜色，继续补充颜色。好，点出一些小的碎瓣来。
好，我们在这个浅色的地方来一点点这个深色的花瓣。当然，我们还是要稍微拉高一点点哈，拉高一点，看得全一点。太矮了，我们看的有一些地方看不到。好，继续补充颜色。这个花瓣让它有大有小。这个浅色里面掺插一点这个深色的这种花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哪个地方需要有花瓣，多调一点这个玫瑰红啊，把玫瑰红要调饱满。但有一些家人就是这个颜色调的不够饱满，所以画出来就是颜色不够，就是很浅，太浅了。我们这个下面再加一点点这个，加几个这个深色的花瓣出来。下面地方加几个这个深色的，让这个浅色里面掺插一些这个深色的花瓣。笔尖补充深色。好，该回笔的我们回一下笔。再来看一下这一朵花，需要哪里还需要有调整的地方？如果深的不够深的地方，我们再去调整一下，再去把深的地方再去调整一下，让深的更深，这样子才会更加有这个层次感。好，我们的浅色的地方也需要调整一下，浅色的地方我们需要调整一下。深色的地方我们就这么多哈，就这么多在后面。那我们要调整浅色的，我们肯定要把笔洗一下，因为笔上现在这个深色太多了。现在你们把笔洗一下。
好，我们现在是把中间这一部分更深的，让它更深一点，让这个层次更加明显，就把最深的地方提得更深一些。就把中间部分提得更深一点。好，我们就提这么多吧，差不多就可以了。然后这朵花就这样子，我们可以把花心，待会儿稍微干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再画上这个花心。把这个缺口我们填一点。好，我们这个花，我看一下这个外围还需不需要加一点啊？外围需不需要加一点？如果我们外围调整的话，我们要加一点底色啊，笔上要加一点底色去调整外围，笔尖加点底色。外围调整稍微沾一点点珠标，沾一点点大红去调整一下，看一下哪里需要有，把这个花瓣凸显出来。好，这里轻轻的加一层这个小的花瓣。看一下哪里需要有，我们就加一点。直接回笔加也可以，直接这样子回笔来加也可以。虚一点的花瓣啊，扫一下，用这个深色底色可以把这些花瓣扫一下，这样子显得更加透一点。好了，我们这朵花我们就这样子吧，这朵花就这样子。干了之后它会颜色更自然一点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画一下这个叶子。首先我们调一个画嫩叶子的颜色，画嫩叶是用这个藤黄三绿、珠标，还有这个胭脂。藤黄三绿、珠标、胭脂。好，我们用这个画，先把这个嫩枝干画出来。嫩枝干，我们还是把这个三绿和藤黄调和，笔上要有一点水分啊，否则太干了，画不走。三绿和藤黄调和，然后调一点，哇，这一下调太多珠标，调一下珠标，然后笔尖蘸一点胭脂，来画这个嫩枝干。看一下这个嫩枝干怎么长过来。
好，我们这样子转过来，好，看一下，安排一下它的叶子，安排一下叶子。好，这里出一个枝。好，我们这里来一组叶子啊，这样子出来，这一枝这样子出来，这一枝往这里，看这一枝往哪里出好？哦，这里，这个是要斟酌一下，看一下哪里需要有叶子啊。好，这里来出一个枝，这里出一个枝，我们看一下这一组的叶子怎么去生长。好，3叉9点，我们先把这个3叉9点安排好。为什么每一次我们都要先安排好？安排好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加清楚的看到，让大家更加明白为什么要这么画，这个叶子为什么这么长出来，这个叶子从哪里长出来的，我们这个是要交代清楚的。好，我们这个叶子的话，这边一边一组有点对称，我们在这边再来加一组叶子。这里来一组。好，这里来一组。当然我们先把这样子画出来，待会儿这个叶子怎么生长，待会儿我们看我们画的时候可以灵活的去改变。好，我们画这个调一个画老叶子的颜色是这个花青加藤黄，花青加藤黄加墨画这个老叶子。好，加墨啊，加墨进来调，把它调成一种这种墨绿色。太黑了啊，调的太黑了，我们再加点藤黄进来。一下墨加多了一点，我们再加一点藤黄进来。这个是藤黄，花青加藤黄加墨，把它调成一种墨绿色啊。花青加藤黄加墨调成墨绿色。然后我们画的时候笔尖再蘸这个浓墨，笔尖再蘸这个浓墨来画，笔尖再调这个浓墨，然后来画。好，我们先画这个第一组，画这一组叶子。水分稍微有点多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这样子画出一片叶子。这下面还有一片，两片。这边还有一组，这个是这一组叶子啊，这个是这一组叶子。那么这一组还有这一组，我们看它往哪里长？
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让这一组叶子长到这个花的后面去，有这种穿插的这种感觉。好，到这朵花的后面去。好，我们笔上再蘸一点这个墨绿色，然后笔尖再蘸这个浓墨，来画这一组叶子。中间一笔大，感觉这个是一个侧面的这个叶子。好，两组叶子都往这一边。我们把这个嫩枝干需要加的再加一下。好，这个三叉九顶，每一个叉上是3片叶子。好，笔尖蘸浓墨来画这边，看一下先画哪一组叶子啊？可以先画这一组，让它往这边来长。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这一片叶子，2片，3片，3片叶子。那么这一组的话，我们让它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这边我们让它浅一点。在后面的一个层次，在后面的一个层次。好，这一组。这一组一样的，我们可以画出这种侧面的这种叶子的这种感觉。让这里面让它有一些这种淡叶的层次。叶子有深有浅有变化。好，我们再加一点颜色啊，这个墨没有了，再倒一点墨来。好，这里让这个叶子显得密一点。
叶子就是要这种，不要每一个叶子都看得清清楚楚，那么它就没有这种层次感了，没有层次感了。所以有一些叶子就是看不大清楚了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中间的这个大的枝干把它画出来，中间的这个大枝干画出来，然后后面的就在后面的层次。画大枝干，我们把这个笔洗一下，把这支笔稍微的洗一下，然后蘸这个浓墨，蘸浓墨来画啊。好，我们来画这个枝干，从这里出枝。这个枝有一点点这个，好，后面我们再加一些这个嫩叶、花苞之类的东西，让这个层次更加丰富一些。好，三绿加藤黄，加一点朱标，然后加这个胭脂。看一下我们在哪里加一个花苞，从这里找一个花苞。好，这里来一个花苞，然后这边来一组这个嫩叶。这边里面还会有一些嫩叶啊，还会有一些嫩叶。到时候画一些这种层次，画一些这个嫩叶的层次就可以了。把这个花苞给画上。好，这个花苞。好，这个小嫩叶。好，这里一组叶子，然后这边再来一组小
小嫩叶。一组小嫩叶。好，下面会有一些小的。看一下这里会有一个小嫩芽，整一个小嫩芽，看一下哪里需要加哈。这后面还要加一些这种叶子，后面还要加一些层次，直接加上一些这种嫩叶的层次。从这边伸过来的这些嫩叶。看一下这个画面还有没有哪里需要加的。好，我们在这后面画一朵这个背面的花，先勾一下叶筋哦，不然太干了。我们先勾一下叶筋哈，拿这支勾线笔，我们这支勾叶筋的这支笔来勾叶筋，赶紧勾叶筋呢，太干了。
勾叶茎的时候不用勾太多，不用勾太多下，就一片叶子上勾个2、3笔、3、4笔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勾这个叶茎勾的稍微有点干了啊，有点干。好，一片叶子勾2、3笔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嫩叶也勾一下。好，这里再加一些淡叶的层次啊，里面再加一些层次。好，我们后面还要加一朵这个背面的花，加一朵这个背面的花，加一朵小的背面的花。那加背面的话，我们先把这个花托，先把这个小花托给画出来。好，我们来画一个小花托啊，还是调这个藤黄3绿，这个珠标还有笔尖蘸胭脂画这个花托。这个是一个背面的，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花柄。好，从这里过来，看这里可以来一组叶子。这里来一组。好，这个画一个背面的花，
待会儿我们可以把这个，我们现在顺便把这个质感给提一下，因为刚开始画的时候没有画的太深，因为我们要画叶子，所以不敢把它画太深了，画太深了就会，画太深就待会儿有些叶子就遮不住它。所以到后面我们可以再提一下。提深一点，它太浅了，我们就把它提深一点。如果刚好就不用了。好，我们画一下这个背面的这一朵花。背面这一朵花还是用底色啊，调一点底色在笔肚里面，调一点底色在笔肚里面。然后，哎，玫瑰红没有了，我们挤点玫瑰红，用这个玫瑰红来画。让这个玫瑰红上下有一个呼应，你看这里有玫瑰红，我们下面也用一点玫瑰红，让它有一点呼应，淡一点哈。既然它是背面的，它是我们的这个层次的后面的这个层次的画，所以我们不用把它画得太深了，一定要淡一点啊。这个靠近这个花托花柄的地方，我们可以稍微的深一点。等一下我们越到这个周边，我们颜色就会越来越浅。好，越到后面，越到外面一层，这个颜色越来越浅，我们就不用蘸颜色，只是笔肚上有一点点颜色就行了。我们直接这么去点它，这个层次就可以了。蘸一点底色，加一点底色，稍微的蘸一丁点颜色就可以了，让它从这个后面露出来一点点。很浅的，淡淡的一层就好了。好了，我们这一朵就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一朵就可以了，就让它淡淡的这个层次就够了。它是在背面啊，它是背对着我们的，我们要突出这一朵正对着我们的，所以我们这一朵就让它背对着我们。要画淡一点，朦朦胧胧的这种感觉就可以了。好，这里稍微画一组这个嫩叶，稍微画一组嫩叶在这里。嫩叶我们还是一样用这个藤黄加三绿，然后加一点这个珠标，然后笔尖蘸这个胭脂。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好，这个嫩叶我们就不要两边一边一个了，我们直接一边一片也可以啊。因为我这一片是两边都长上来，那么这边我们可以上下各一片，让它有这种。当然我们要有所不同，这个尖一点哈，这个就凸一点。
来再看一下整体这个画面，我们还有哪里需要调整？还有我们这个嫩芽，画一些这个小嫩芽，让这个画面更加精神。嫩芽我们用这个藤黄和这个胭脂来画就可以了，就用藤黄和胭脂2种颜色画就可以。看一下这个嫩芽加在哪里？加在这边吧，那个太高了，我们再加一个这个黑色的小枝枝。从这里出一个枝，从这里加这个嫩芽。小嫩芽。再往上一点。这里一个小嫩芽，这边也来一点嫩芽，这里也有一个小嫩芽，这里还有一个。每一个嫩芽我们都让它不一样。嫩枝干和老枝干中间相交接的地方，这里再加一个嫩芽。好，这一组还有一组叶子。这里还有一组小嫩叶。这边来一个嫩芽。这个嫩枝干和老枝干相交接的地方也来一些这个嫩芽。好，我们里面再加一些这种淡的层次啊。
加一些淡的层次。里面加一些这种淡的层次，加一点水点什么的。300。好，我们来一些这个小水滴吧，让这个画面更加有这个水墨的这种感觉。好，我们再画上花心，然后提上字，画上花心，提上字。画上这个小花心，来，我们点上花心。这个花心它是在这个最深的地方，颜色最深的地方点一些这个花心。好，中间让它多，边上这些有些地方偶尔来一个，来2个。好，花心就这么多，不要点太多了，点太多了就太繁杂了。来，我们还是提以前一样的字啊。好，我们来提字了。好，我们提字提到这里，提之前那幅一样的啊。
好，可以了，盖上章。天下有个能盖世，国中无色可为邻。名花自古兰培植，何费天公万户春。